欢迎回到崛起中的东协明珠，聚焦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向来以多元民族著称，人口3000万，共有30个民族，马来人是最多，超过了一半。其次是华人，大约占23%，再加上印度人，并称3大民族。现在的执政党也是由这3个民族所组成的国政联盟，但是主要权力还是操纵在马来人的政党巫统手上。在马来西亚最普遍的认知就是，马来人掌握政治，华人则控制经济。他叫做郭鹤年，是马来西亚的首富，人称亚洲糖王。他是香格里拉酒店之父，他就是华人。占人口不到1/4的华人，却掌握了金字塔顶端的经济，这无形中就造成了民族之间的矛盾。今年7月，更因为首相纳吉7亿美元的贪污案，爆发了以华人为主的反纳吉黄衫军和以马来人为主的挺纳吉红衫军彼此对立的情况。马来西亚是否会爆出排华潮？接下来我们就要从王国发源地马六甲谈起。马六甲，马来西亚最悠久的古城。1403年，当时的酋长拜里弥苏腊受明成祖册封为满腊加国王。郑和7次下西洋，有5次经过这里。除了中国，爪哇、印度和阿拉伯商人也都以马六甲作为贸易停泊点。一条街上最多能听到84种语言。马六甲不但是马来西亚的发源地，也是宗教文化的融合地。在这一条短短不到200公尺的街道上，有佛教的庙宇、回教的清真寺、基督教堂，还有印度庙，因此这一条街也被称为是和谐街。繁荣引来了侵略。16世纪开始，马六甲先后成为葡萄牙、荷兰和英国的殖民地。后来，马来西亚第1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这里宣布独立。自古，马六甲就是海上霸权必争之地，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红屋广场、基督教堂、维多利亚的女皇喷泉，欧洲列强殖民留下了建筑遗迹，但郑和远航舰队的随从却和当地人通婚定居，男的后裔称爸爸，女的叫娘惹，几百年下来扩散到全马来西亚。马六甲不但是马来西亚的发源地，也是华人最早聚集的地方。临着马六甲海峡，眼前所见到这100多英亩的海埔新生地，现在看起来是空荡荡的工地，但是就在2017年，大陆知名的印象系列即将首度走出中国，落脚海外，选的第一站就是马六甲。马六甲打败了世界其他150个城市获选，再度让古城跃上了国际版面，同时也是马来西亚和中国更加友好的表征。当时这个王朝歌导演，他第一次到马六甲的时候就碰上元宵节。在马六甲，我们还保留很多这种传统的华人文化，我们还有那种所谓的会馆啊，那么还有舞龙舞狮啊，还有各方面的这种演出啊，华人的文化的传承，在马来西亚还是看得到比较多的，所以他就被当地的这种文化吸引了。像王朝哥讲的啦，他讲其实不是他选马六甲，是马六甲选上他。印象马六甲将规划一个临着马六甲海峡的剧场舞台，
预计2017年登场。像印象流产节每年接待的观众大概是有200多万，那么印象丽江呢，一年也有接近整400万的观众人次。马来西亚的游客量是一年是2600万左右，其中1500万是会到马六甲去的。我们只是要一年吸引100万的观众，其实并不是太大的难事。马来西亚跟中国的关系可以讲处于最好的一个时期，两国的互动是非常的密切。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里面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带一路主要是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方面，马来西亚尤其是马六甲海峡是整个海上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中国非常关注跟马来西亚这方面的配合，会有很多中国的投资来到马来西亚，尤其是在马六甲州。广东省和马六甲州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呢，广东省就马上带入了投资超过100亿。当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的时候，马来西亚的政府呢会抓准这个时机来协助马来西亚经济的转型。当中国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跨国经济蓝图，深化了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连带让必经的马来西亚地位更加关键。但是几场游行却可能让一片荣景出现变数。今年7月，《华尔街日报》披露，负债累累的马国政府投资基金一马发展公司，把大约7亿美元汇入首相纳吉的私人账户。纳吉解释，这是来自中东的捐款，但仍然无法平息贪污的猜疑。8月底，连续2天，20万名穿着黄色 T 恤的民众群聚在吉隆坡示威反纳吉。连高龄90岁的前首相马哈迪都现身了。半个月后，支持纳吉的马来人团体则组成红衫军来反制，甚至明白宣示这就是种族主义。一场挺首相示威变成了反华游行，这也揭开了马来西亚苦心经营的多元种族社会群像背后的民族相斥情节。马来西亚人口3000万，马来人最多，占了1半，其次是华人，大约600万，多半是明代从中国移居或是鸦片战争后来打工的华人。当时的英国殖民官员曾说，华侨是世界上最强健、最雄心勃勃、最能相互支持、脑袋也最灵活的移民。很多华人身无分文地来到马来西亚，最终成为百万富翁。郭鹤年，马来西亚首富，祖籍福建，25岁继承父亲的糖业，之后发扬光大。60年代成为亚洲糖王。70年代更大举进军香港，建立庞大的香格里拉酒店王国，之后成为香港无线电视的最大股东。90年代还控制了南华早报。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类似，不到总人口23%的华人占据着经济金字塔的顶端。马来西亚10大富豪排行榜，包括郭鹤年在内，华人就占了8席。因为马来西亚它就是一个，如果讲就是说家里很有钱的小孩子，台湾就是像家里什么都没有的小孩子。马来西亚那个天然资源很丰厚，好像他们的教育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也没有储蓄的习惯，所以相对的，马来西亚的华人跟马来人比起来，他们竞争力就很高了。他们没有储蓄的习惯，他5号领钱呢，就是全部把它花光，
差不多20号就要借钱了，你不借他，可能人也不做了。常年投资马来西亚的台商看出马来人的问题，而马来西亚政府也为了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借由公权力强行介入企业活动，推出独厚马来人的政策。但长久以来，华人普遍富裕的情况，无形中就造成了民族之间的矛盾。黄衫军和红衫军的对峙，更让这股情节台面化。马来西亚是不是也有一些排华的问题？然后特别是因为绝对没有这回事。欢迎大家到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个和平、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国家。我们刚才我说的这些内在因素都在我们政府的这个控制之下，而且我们要确保这个种族的和谐、多元的这个所谓的竞争力继续的提升。我们当然最近有一些种族的一些对抗的这个因素，不会让一小撮人以种族的极端主义来煽动，或以神权宗教神权的这个主义来煽动，而造成这个不稳定。虽然政府这几年非常强调族群的和谐，他强调的是 One Malaysia，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但是事实上，马来西亚国内华人跟这个马来人之间种种的这些差别的待遇啊，包括华人到目前为止还是觉得马来人的政府对于华人教育跟华人文化不支持的态度，让他们这个没有办法接受。那这些应该都是未来持续会存在的隐忧。经济上的不平等的发展，那还有政策上的话，不是这个族群完全都一视同仁的状况，那确实是存在。如果说他的这个政治的斗争恶化，那族群的问题被挑起的话，不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可能。马来西亚也是国际上被讨论，它可不可能会是一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典范？哈，那这个部分的话，有可能对它的这个2020的这个愿景会有一定的影响。譬如说，它可能会往后顺延几年呢？譬如说，中国大陆的经济如果放缓，或者是整个东南亚的这个经济放缓啊，那这是今年以来已经在发生的事情，对马来西亚它未来的整个规划的话，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虽然它充满了潜力，那中长期的话是一定看好，但是短期来看的话呢，对台湾来讲，还是要去了解它的经济的风险。油价暴跌，货币贬值，到首相贪污，马来西亚政经局势皆处于多事之秋。尽管条件如此美好，但在马来西亚投资却像抱着不定时炸弹，难以安稳。能否挥开种族对立，伴随政治斗争的隐忧，将是这颗东协明珠持续光芒的重要关键。欢迎回到崛起中的东协明珠，聚焦马来西亚。东协一体化，商机无限。过去4年，台商前进东南亚的家数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台湾最主要的劲敌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都和东协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取得了贸易零关税的筹码。这让要和东协做生意的台湾企业不得不带着资金和技术积极南向。只是台湾产业和人才是否会因此面临外移与空洞化？又或者这是台湾和台商在亚洲进一步发展、突破困境的最大机会？从马来西亚到整个东协国家，都是台湾从现在开始必须正视的力量。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舒梦兰，聚焦全世界，我们下次再会。